各位健康永驻的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平安。今天德昌要和大家聊一件重要又开心的事，咱们一起来玩个寻宝游戏。这个宝藏不在山里海里，而可能就在你我名下的金融账户里。没错，今天德昌就手把手带大家查找那些被遗忘的秘密金库。它可能是30年前的工资结余，20年前的保单分红，或是早忘了的股票股利。德昌准备了详细资料，从为什么有这笔钱，怎么查，去哪查，到怎么安全领回，避开骗子陷阱，全都说明白。今天的主角是2026年全面升级的官方金融资产一站式查询系统，这是政府给老百姓，特别是为我们辛苦一辈子的长辈准备的贴心大礼。开始之前，德昌有个小请求，请各位朋友帮个忙，点击文章下方的订阅按钮，变成红色的已订阅，旁边有小铃铛的话，也请顺手打开，这样健康永驻频道一有新内容，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不错过任何福利。如果你按德昌教的方法真的查到钱，领到惊喜，请务必回到评论区打下5个字，领到隐藏金，让德昌也为你高兴，用喜气给频道加温，让更多老朋友看到好消息，一起找回属于自己的财富。咱们先来聊聊，为什么德昌敢说大家名下很可能有这笔隐藏的财富呢？这可不是德昌在胡说八道，这是有坚实的社会背景的。我们这一代人啊，年轻的时候正赶上台湾经济奋力起飞的黄金年代，那时候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大家真的是拼尽全力，到处奔波，工作换过一个又一个，住处搬了一次又一次。那个年代没有智能手机，连电脑都不普及，更别说现在这么方便的手机银行了。大家办事情都靠跑腿，存钱取钱都得去银行柜台，所以很自然的，工资发在 A 银行，咱们就在 A 银行开个户，想偷偷存点私房钱，跑到 B 银行再开一个。孩子学校要交学费，指定 C 银行，咱们又去 C 银行开个户。几十年下来，每个人手上可能都有好几本，甚至10几本存折。后来，有些银行合并改名了，有些分行搬迁找不到了，再加上咱们年纪渐长，记性不如年轻时那么好，很多存折就这样被压在箱底，收在抽屉深处，甚至在一次次搬家过程中，不小心当成旧文件给处理掉了。这些账户里的钱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银行的系统里，等着主人某天想起它。这里有个惊人的数字，德昌要告诉大家，根据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在2026年初公布的最新统计，全台湾所有银行里被列为禁止户的存款，加上长期没有人去申领的保险给付、股票、股息和红利，加总起来的金额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文数字。这些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的确确就是我们这些努力工作了一辈子的老朋友当年一分一毫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德昌常常说，咱们的钱都是年轻时用汗水、用时间、用青春换来的，绝对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地址换了，自己忘了，就让他们永远沉睡在银行的账簿里，那太可惜了。说到这里，德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让人温暖的故事。咱们健康永驻频道有一位忠实的老听众，住在台南的王奶奶。前2个月，德昌在直播时稍微提到了这件事，王奶奶听了进去，抱着试试看又不会少块肉的心态去查了一下。王奶奶这一生搬过4次家，做过纺织厂女工，卖过早餐，在电子厂上过班，她自己都数不清到底开过多少个户头。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她发现自己40多年前为了领第一份纺织厂的薪水，在一家现在已经改过名字的老银行里，居然还有一个账户，里面的本金加上这40多年滚存下来的利息，竟然有8万多块新台币。王奶奶去银行把钱领出来的时候，激动得一直抹眼泪。她说，这感觉就像走在路上突然捡到一个大红包，而且是属于自己的大红包。这笔钱她计划和老伴一起去阿里山玩一趟，再给孙子包个大红包。所以德昌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就是希望让更多像王奶奶这样的老朋友都能有机会找回这份迟来的礼物，让晚年生活多一份惊喜和宽裕。今天咱们要好好认识的
就是2026年功能变得超级强大的金融资产一站式查询系统。这个系统其实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但政府一直在听取民众的意见，不断优化改进。到了今年2026年，它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了。它能帮你整合的资料范围非常广，几乎涵盖了所有主流的金融资产类型，包括各家银行的存款账户、各家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契约、证券商的股票账户，甚至连期货、投信基金这些比较专业的投资也都能查得到，真正实现了一个窗口，全部搞定。大家心里可能会嘀咕，德昌啊，你说的这个秘密金库里面装的到底都是些什么名目的钱啊？咱们得把它搞清楚，因为每一笔钱的来源和性质可能都不一样。首先，最常见的就是银行净值户里的存款。什么叫净值户呢？通常是指超过1年以上，有些银行规定更久没有任何存款、提款、转账等交易的账户。虽然政府早就规定银行不能随意把净值户里的钱没收充公，但如果你不主动去处理，那笔钱就会一直睡在那里，不会产生新的交易记录。第二大类是还没有被领走的保险金或保险给付。很多老朋友在年轻或中年时，为了给家庭一份保障，买过一些储蓄险、养老险或终身寿险。这些保单可能早就到期了，或者每年都有分红。保险公司按理应该寄通知信给你，可如果你的户籍地址、通讯地址早就变了，信件被退回，保险公司找不到你，这笔该给你的钱就会一直挂在保险公司的应付账款科目底下。第三类是股票的现金股利或配股。如果你很多年前买过一些股票，后来生活忙碌就忘了这回事，或者领了股利后产生的零股不足1张的股票一直没去处理，这些权益累积下来也可能是一笔小财富。最后一类比较特别，是过世亲人遗留下来的金融资产。很多子女在父母离开后，并不完全清楚父母在哪些银行有存款，买了哪些保险。通过这个一站式系统，只要你是合法的继承人，备齐相关文件，就可以一次查清楚，避免遗漏。这也是对逝去亲人的一份尊重和妥善交代。那么，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2026年官方查询系统，到底该怎么使用呢？接下来的内容非常关键，德昌建议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仔细听，或者把这篇文章转发给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让他们帮你一起看，一起操作。现在的查询方式主要分成2大类，线上网络查询和线下临柜办理。你可以选择自己觉得最顺手、最安心的方式。我们先说线上查询，这对我们银发族里那些比较时尚、会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家里电脑的老朋友来说，是最方便快捷的。到了2026年，金管会和银行公会特别针对长辈的使用习惯，把查询网页的界面优化得更加友善了，字体放得更大，按钮图标更清晰，操作步骤也尽量简化。你需要先找到官方的金融资产一站式查询平台网站，登录时的身份验证会很严谨，但步骤并不复杂，主要是为了保障你的资产安全，防止别人乱查。通常你需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统一编号和健保卡卡号，系统会通过这2种证件资料进行双重核对，确认是本人操作。进入系统主页面后，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清单，上面列着各种资产类型。德昌强烈建议你把银行存款、人身保险、证券投资以及金融遗产这几个选项统统都勾选起来，查就查个彻底嘛。点击提交申请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你不需要自己一家一家银行、一家保险公司去跑去问，这个系统后台会自动把你资料送到全台湾几百家合作的金融机构去比对，大概等个7到10个工作日，一份完整的属于你个人的金融资产汇总报告就会发送到你事先预留的电子邮箱里，或者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你去网上查看结果。整个过程你只需要动手指，在家喝着茶就能完成。当然，德昌完全理解，很多老朋友还是觉得盯着小屏幕看字太吃力，或者更习惯面对面有人服务的踏实感。没关系，咱们还有第2种方法，就是线下临柜办理。在2026年，政府推动了更便利的长者服务。
全台湾绝大多数的银行分行、信用合作社，甚至很多地方的区公所、卫生所，都设立了专门的银发族服务窗口，或提供相关咨询。你只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正本和印章，直接走到柜台，跟行员说：你好，我想申请查询我个人名下所有的金融资产一站式报告。柜台的服务人员经过培训，都会非常热情、耐心地协助你。他们会帮你扫描证件，填写简单的申请表，并详细跟你解释每一步。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有真人从旁指导，完全不用担心按错按键或看不懂说明，而且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当场问清楚。无论你选择线上还是线下，这个查询服务本身基本上是免费的，最多象征性收取一点点系统处理工本费。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我们老百姓财产权的重视和保护。讲到这，德昌的表情要严肃起来了，必须用最郑重的语气打断一下我们的寻宝兴奋感，来谈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防诈骗。德昌知道，我们银发族朋友是社会上最善良，也最容易被不肖分子盯上的群体。现在查询遗忘存款这个话题越来越热，那些骗子的鼻子比狗还灵，早就挖空心思设计了新的骗局。请大家千万要记住下面几个原则。第一，真正的官方查询系统绝对不会通过 LINE、微信、WhatsApp 或者任何手机短信发一个链接给你，让你点进去输入银行卡密码、网络银行密码或提款密码。第二，真正的官方查询报告只会告诉你你在 XX 银行有存款，但绝对不会让你在查询平台上直接进行转账操作。任何要求你转账、汇款的都是骗子。德昌最近就听说有骗子假冒金管会或银行工会的人员打电话给独居的长辈，语气很正式地说：阿公阿嬷，我们查到您名下有一笔15万的存款被冻结了，现在要帮您解冻，需要您先缴5000块的手续费或解冻费到指定账户。听起来很像一回事，对不对？但这是100%的诈骗，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让你先交钱才能领到钱的，2000%都是骗子，天下没有这种道理。如果你接到这种电话，或者收到奇怪的短信，心里感到不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第一，你可以立刻来健康永驻频道的这篇文章下面留言问德昌。第二，更直接的办法就是马上挂掉电话，然后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这是警政署设立的专线，24小时都有专业人员帮你分析判断。咱们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老本绝对不能让它流进骗子的口袋里。除了严防诈骗，德昌还想接着跟大家聊聊，如果运气好，真的查到了这些被遗忘的资产，下一步该怎么把它们安安稳稳地领回家。其实流程一点也不复杂，当你的查询报告出来之后，上面会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某某银行、某某分行、账户类型、大概余额。如果金额不大，你只需要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和印章，亲自去那家银行的分行柜台办理结清销户手续，钱当场就能领到现金，或者转到你指定的其他账户里。如果金额比较大，或者你的旧存折、印件早就遗失不见了，银行会要求你先办理存折挂失和印件变更手续。这个过程可能会需要一点点时间，比如几个工作日，也可能会产生一点点手续费，比如几十块、100多块的工本费。但是德昌要提醒你，跟你找回来的几千、几万甚至更多的钱相比，这点点手续费和时间成本是完全值得的。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舍不得这点小钱而放弃。另外，德昌还要给你一个贴心的小提醒，当你去银行柜台办理领款手续时，热情的行员很可能会趁机向你推荐一些他们银行新的理财商品、高利率定存或者基金保险。德昌的建议是，先拿回再规划。咱们第一步是先稳稳当当、完完整整的把属于自己的旧钱拿回来，放进自己熟悉的账户里。至于这笔钱接下来要怎么用，是存起来、去旅游、补贴家用，还是做点小投资，不要急着在银行柜台做决定。你可以把钱带回家，和老伴泡壶茶，坐下来慢慢商量，也可以打个电话问问比较懂财务的子女的意见。这笔钱是意外的惊喜，怎么用它，应该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家庭讨论。
而不是在银行柜台被行员推销时的匆忙决定。用得稳当，用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啊，德昌觉得进行这样一次全面的金融资产查询，它的意义远远不只是找回一笔钱那么简单，这更像是对我们个人财务状况的一次年终大扫除或健康检查。通过这次查询，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名下竟然还挂着5、6个、7、8个几乎不用的银行户头，每个里面可能只有几百块、几千块，分散在各处。德昌建议大家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做一个账户整合，把那些很久不用的，里面只剩零头的账户，在领出钱后就直接办理销户，然后把所有散落在各处的钱都汇集到你最常用、最信任的1到2家主要银行的账户里。这样做的好处太多了。第一，管理起来非常方便，你只需要记1、2个账号，1、2本存折。第二，资金集中了，以后计算利息、接收政府发的各种老人津贴、退休金汇款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第三，也大大降低了因为账户太多太杂而再次遗忘的风险。现在的社会一步步走向全面数字化，咱们老人家如果能够主动把自己的财务整理得清清爽爽、明明白白，不仅自己心里特别踏实、有安全感，对于女来说也是一种减轻他们未来负担的贴心举动。万一将来有什么事，子女也能很快搞清楚状况。这也是德昌在健康永驻频道一直想传递的观念。咱们的晚年不仅要过得健康长寿，更要过得优雅、清醒、有尊严。顺着这个话题，德昌还想再延伸一下，谈一个稍微沉重但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关于过世长辈的资产查询。很多时候，长辈走得突然，没有留下详细的财产清单，或者只是口头提过，时间一久，子女也记不清了。作为后代，我们可能只知道父母常去的某1、2家银行，而漏掉了其他可能有存款或保险的地方。在2026年这个升级系统里，只要你是合法的继承人，比如配偶、子女、备齐户籍誊本、除户户口簿、继承系统表、遗嘱如果有，以及继承人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你就可以同样通过这个一站式系统查询过世长辈在全台湾金融机构留下的所有资产轨迹。这不仅仅是为了把钱找回来，更深层的意义是对长辈一生辛勤耕耘、努力持家成果的一份完整交代和尊重。德昌以前就听过一个让人感慨的案例，一位先生在父亲过世5年后，偶然通过这个系统查到，父亲竟然在老家一间小小的农会信用部，还留了一笔当年专门为孙子存的教育基金。当他领出这笔钱，交到已经上大学的儿子手里时，那种跨越时空的关爱与感动，比金钱本身要珍贵无数倍。所以德昌建议大家，不仅要查自己的，如果家里有类似情况，也请好好利用政府提供的这个便民工具，让逝去亲人的爱意能够完整传递。写到这，德昌想暂时放下讲师的身份，以一位老朋友的心态，跟大家说说心里话。健康永驻频道办了这么久，德昌每天研究各种政策、福利、健康信息，翻来覆去的看官方文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这些为家庭、为儿女、为社会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老朋友，在人生的后半场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享受到所有我们应得的权利、福利和尊重。政府的政策条文有时候写得又密又长，专业术语一大堆，咱们看得头晕。德昌的工作就是当大家的翻译官和整理师，把这些复杂的信息变成咱们生活中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实操指南。今天讲的这个秘密金库，表面上是找钱，其实背后是政府在金融科技发达之后，一种还财于民、信息透明化的进步体现。2026年，台湾社会正朝着超高龄化的结构迈进，政府和社会推出的各类长者福利、保障措施肯定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你不去关注、不去了解、不去主动申请，这些福利和权利就可能真的与你擦肩而过了。所以订阅健康永驻频道，经常来看看德昌，就好像给自己买了一份信息保险，确保咱们在养老的路上不掉队，不走冤枉路，更不被坏人骗。当然啦，德昌最后还要唠叨一句，查到钱固然是意外之喜，值得开心庆祝，
但万一查了一圈，发现名下干干净净，没有隐藏金，咱们的心态也一定要放平。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反而可能说明你一直以来都是个理财有道、清清楚楚的人，没有糊涂账，这可是很大的优点呢。咱们到了这个年纪，最宝贵的财富其实是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心情愉快。如果真找到了钱，德昌鼓励大家可以把这笔额外的礼物多用在对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有帮助的地方，比如换一套更舒适好睡的床垫，买一台能让肌肉放松的按摩椅，报名社区大学一直想学却没去学的书法课、歌唱班，或者和老伴计划一趟向往已久的短途旅行。咱们的养老生活应该是色彩斑斓、有滋有味的，而这些意外找回的隐藏金，就像是生活给咱们的 bonus 红利，正好可以拿来给晚年生活加点糖、添点彩。如果在查询过程中，你遇到了任何具体的困难，比方说网站页面不知道怎么点，或者去银行柜台时对方说不清楚这个业务，又或者对某个步骤有疑问，请你千万不要一个人生闷气，觉得麻烦就算了，一定要来到这篇文章的下方，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德昌。健康永驻频道有这么多热心、有经验的老朋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支个招，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德昌也会尽我所能，仔细阅读每一条留言，尽快回复大家，帮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祝大家平安喜乐，查询顺利，红包满满。记得哦，评论区德昌等着大家的领到隐藏金好消息。